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再不改变，电影之路会越走越窄。乔妍的心事开头，赵丽颖本色饰演的知名女星乔妍看电影样片，觉得自己的大特写太多。黄觉扮演的经纪人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不是每个演员都经得起大特写的，特写对观众有效，但赵丽颖本人经得起大荧幕上的大特写吗？她长着一张天山童老式的脸蛋，也就是《天龙八部》中修炼所谓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功，导致外貌和8、9岁孩童一样清秀可爱，双目有神。简单来说，就是长得很卡通。这种气质通常更容易呈现在童星的脸上，比如小婉君、金明。不同于金明的童星出道，赵丽颖19岁时才在雅虎搜星选秀中获得冯小刚组冠军。24岁时因为出演《新还珠格格》中的巧儿崭露头角。26岁在《陆贞传奇》里首次担纲大女主，28岁时主演仙侠剧《花千骨》更为人熟知。早在2007年，赵丽颖就曾出演电视电影《彪悍天下之牡丹阁》，只不过那时她还是不为人知的小角色。10年后，赵丽颖出现在韩寒执导电影《乘风破浪》里，已是女1号了。不过这部电影跟韩寒其他作品一样，是出男人戏。赵丽颖的角色虽然很白月光，但戏份和特写都有限。2018年，赵丽颖又和冯绍峰主演了电影《西游记女儿国》，一个演唐僧，一个演女儿国国王，两人也因此片相知相恋，戏里姻缘不成，戏外喜结连理。不过和82央视版《西游记》中朱琳所演女儿国国王的雍容华贵不同，赵丽颖即便又起僧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小鸟依人，反倒是林志玲结合特效塑造的河神以及梁咏琪牺牲形象扮演的国师更为吸睛。此片豆瓣评分只有4分多，郑宝瑞导演的这个西游电影系列也就此没了下文。不知是因为女儿国失利，还是要相夫教子，2018年后，赵丽颖的电影之路按下暂停键，有5、6年没有大银幕作品问世。直到2021年婚姻结束，赵丽颖才又密集接拍了不少电影。2024年是赵丽颖的电影爆发年，3片连发以特别主演身份参演，实际上就是女配张艺谋执导的《第20条》，并主演《浴火之路》乔妍的心事，以及今年清明档的《向阳花》。只不过，除了凭借《第20条》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之外，赵丽颖作为女1号身份主演的电影，豆瓣评分都只在5、6分左右，票房和同档期电影相比也算不上理想。问题出在哪里？难道赵丽颖的天山童老脸就只适合在小荧屏上的小特写？如果要执着地继续电影之旅的话，又敢问路在何方？气质与家世的反差感。如上文所述，赵丽颖的出道本来就跟冯小刚导演有关，赢了雅虎搜星，签约华谊兄弟，还和范伟一起主演了冯小刚执导的加长版广告贵族片。她在片中穿着马术服，腰杆笔直，气度不凡，自称祖上是汝南州市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之一，而范伟饰演的暴发户在她面前只会觉得低人一等。不过赵丽颖本人的家世并不显赫，既非大院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出生于河北廊坊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祖辈都为农民的她，小时候也曾务农。想来时不时喜欢调侃的冯小刚导演，正是看到她的气质与家世间的反差，才在众多选手中钦点赵丽颖来演她那支广告片中的女贵族。20多年后，两人再度合作，由广告升级为电影，却从贵族降级成了女囚。向阳花这个项目的编剧除了冯小刚本人外，还有原著作者崇安的参与。他原名夏龙龙，
既是个作家，也曾因为抢劫罪服刑将近7年。而向阳花正是根据他的自传小说《教改往事》所改编，也就是源自亲身经历，而不只是道听途说或者闭门造车。监狱片很多，女球角色也不少，比如1988年夏文熙、郑裕玲主演的《女子监狱》，1995年谢晋执导，改编自周建平小说《回眸女儿国》的电影《女儿谷》。此片是谢晋恒通明星学校首届学员的毕业作品，其中包括后来大红大紫，如今查无此人的格格，也在片中扮演一位新来的女犯人。还有2010年韩国电影《和声》，以及2023年内地网络版被删了20分钟，只剩68分钟的《女球风暴1995》，由周秀娜、阿娇等主演，讲述回归前港英当局治下的女监往事。向阳花和上述女球电影不同，监狱戏只是其中一部分，出狱后的部分更接近于姜文主演的《本命年》。而要论尺度的话，别说跟港片比较，就是30年前谢晋的那部《女儿谷》，很多方面都要比向阳更彰显真性情，有真正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其中一个外号小男人的女球，不是正面角色，但最后她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时，却毫不违和，反倒让人有极大的触动。而韩片《和声》跟像一样，女球也在狱中组织文艺演出，甚至还都有一个特别关心人的女管教，却不会给人一种说教宣传的观感。同时也不难发现，不管是夏文熙、郑裕玲、周秀娜，还是眼下发福的阿娇，以及消失了的小燕子，面容姣好之余，也不失一种江湖的风尘气质。相比之下，赵丽颖就算是雾过浓，也演过那么多年的电视剧，可实在是出淤泥而不染。在这种条件下演二进宫的女球，反差当然是有，但整体只能说是吃力不讨好。如同小说作者及编剧崇安，虽然有灵与内外的生活打底，但没有真正的性情挥洒、自由的想象加持，在真实的往事也会变得别扭和虚假，没必要重走谋女郎老路。虽然赵丽颖出演过张艺谋的《第20条》，还得了奖，但要说她是谋女郎，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不是被国师一手栽培出来的。那换句话说，赵丽颖和通常的谋女郎在气质和演技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向阳花中的女主角之所以以身试法，是为了给女儿买人工耳蜗。其实早在2000年巩俐主演的《漂亮妈妈》里也有类似的行为动机，只不过女主角并没有铤而走险，而是尽可能的百忍成金。更何况巩俐从来就不是娃娃脸，而在《漂亮妈妈》里她真正的爆发戏，也不是在遭受人格与性情上的屈辱时，反倒是之后在大街上因为跟人发生了小摩擦，突然就忍无可忍洒泼起来。这种触底反弹，由内而外的演技，以赵丽颖如今的功力与悟性，应该还是很难企及的。向阳花的原著作者崇安还有一本短篇集《穿婚纱的杀人少女》，其中的主打故事也在去年被改编成电影《朝云暮雨》，由周冬雨和范伟主演，男女主角也都是刑满释放人员，一个求子，一个求财，于是便有了一段忘年孽缘。此片在豆瓣上也不满6分，票房不到2000万。周冬雨这位谋女郎虽然比章子怡还要娇小，可眉眼间说不上特别清纯，只能说有一种特别的古灵精怪，而这种不走寻常路，在《少年的你》里以寸头造型达到烈火烹油的巅峰，之后便急转直下，接连失利，包括今年上映不久的《平原上的火焰》，她演的还是类似的角色。也就是说，就算谋女郎的气质再隐忍，会爆发，演技再特别，有层次，但如果一直在舒适区重复相同的角色与套路，也一样会审美疲劳，逐渐败掉观众缘。但戏没大演的赵丽颖，不管是在电影《浴火之路》向阳花，甚至包括《第20条》中，
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样的卖力演出，试图达到反差的效果，却显然是不明智的。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在乔妍的心事里，所谓本色出演一个知名女星，但实际上还有个共用同一身份，曾跟男友从云南私奔到缅甸的姐姐，由辛芷蕾饰演。在片中不但挺着个大肚子，还搞得皮肤黝黑、下里巴人的。虽说有这么一段扭曲的前史，但乔妍处理的一点都不悬疑，而是跟向阳甚至浴火一样，都是赵丽颖和同伴一起碰到社会上一波又一波的坏男人，奋起反抗，又屡败屡战。说穿了就跟打游戏一般，他虽然脾气不好，一惊一乍，但又非常无辜，每次都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只是老这么重复，再爽的游戏都会让人厌倦。更别说赵丽颖本人最有故事的部分，是如何从农村逆袭到女星，而在乔妍中恰恰是被省略掉的。更应借鉴黑天鹅。其实赵丽颖更应该借鉴娜塔莉·波特曼，后者虽说是童星出道，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扮演复仇的小女孩，起点颇高，但她很快就实现了童星长大成人的转变。娜塔莉曾在《星球大战前传》系列中扮演如同女儿国国王般的那部星女王阿米达拉，被冠以奥黛丽·赫本第二的美誉。接下来她的演艺路线发展得更为多元化，既有文艺端庄，也有青春叛逆，既演城市丽人，也在西部片里演过拿起枪的简，甚至还剃过光头。而在2008年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中，娜塔莉和斯嘉丽·约翰逊演一对亲姐妹，相继被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垂青。娜塔莉所演的安妮更有野心和城府，试图挑战王权，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她与妹妹玛丽间的关系也不只是雌竞与争宠，更有互助和共鸣，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一波三折。而不单是姐妹俩联合起来对抗不同等级和层次的坏男人。2023年的5月、12月里，娜塔莉也本色主演一位好莱坞女星。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她搬去和人物原型同住一个屋檐下，于是明星和原型、演绎和真实之间产生微妙又强烈的化学反应。当然，更值得赵丽颖借鉴的是娜塔莉的奥斯卡丰厚之作《黑天鹅》。片中娜塔莉扮演一个芭蕾舞演员，相比以往更为瘦削，极富病态美。不同于《芳华》中芭蕾舞只是政治战争的陪衬和点缀，在《黑天鹅》里，她几乎就是娜塔莉的全部生命。为了同时诠释白天鹅与黑天鹅，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牺牲自己的精神和灵魂。黑天鹅虽然不免有雌竞的段落，但更多是女主角在高度压力下产生的妄想，以及因此而来的天人交战。虽然有强势的舞剧男导演，却没有刻意丑化，而不是像赵丽颖至今所演的电影角色那样，只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自己就算是做错了事，责任全在别人，或者整个男权社会。这样的批判太过直接和单薄，而缺乏必要的深度以及自省。当然，这是导演的问题，但在隔靴搔痒的剧情里，手语打得再娴熟，也难以成为真正的黑天鹅，以及锤炼出令人叫绝的演技。路不应该越走越窄。事实上，赵丽颖的野心不止于转战大荧幕，还有资本运作上的进取。向阳、花里，他持股90%的公司重庆新航海影视是排名第4的出品方，而在去年大热的剧集《与凤航》中，他更首次担纲监制。除此之外，他也出没于不少公司的股东名单，身家不菲。《与凤航》热播后，文娱春秋曾写过赵丽颖靠资本不如成为资本，对其资本层面做了详细解读，在此不赘述。资本是有了，但赵丽颖演技上仍止步不前。向阳、花里，女配角兰西亚反而显得出彩很多，演技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天生的。
如今的赵丽颖，表演状态可能更接近于桂纶镁，起初皆以清纯可人著称，然后都想突破自己，不局限于清纯偶像路线。桂纶镁主演周董首部导演作品《不能说的秘密》被大陆影迷熟悉后，也开始离经叛道起来。在徐克的《女人不坏》里玩摇滚龙门飞甲里扮野性，也因为这一少数民族角色提名大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更是在线人中入了黑道，还在《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等犯罪文艺片中扮演既闷骚又邪门的角色。但即使相较于赵丽颖，愿意尝试各种类型的桂纶镁，在奖项和观众缘上的回报仍然不成比例，也跟预想的结果有不小的差距。其中软肋应该还是出在整体的剧本结构和人物塑造上，太多的角色叛逆只是表面和符号化的，而没有转变过程和内心挣扎。太多的边缘人物只是在自我标榜，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停留在道德的制高点。女性角色彼此间的关系也只是姊姊妹妹站起来，共同对抗更为单薄和脸谱化的男性角色。长此以往，这样的女性题材与表演空间，当然更包括赵丽颖的电影之路，应该只会越走越窄，而不是真正的走出自我与特色来。因此，有资本的赵丽颖需要想清楚未来应该怎么走。